来到我们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Hello，大家好，我是奥斯汀的张律师，也是这个春天谷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H1B 的2轮抽签以及这个补件通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那 H1B 的第1轮抽签呢，在3月底就已经结束了。那移民局呢，这个发了公告说，今年收到了30多万个抽签申请，去年是收到了27万多个抽签申请。那大家都知道，每年 H1B 的指标只有8万5千个指标。那在这些第1轮被抽中的朋友们呢，应该是在6月底之前已经提交了 H1B 的申请了。那这些没有被抽中的朋友们，应该是有一个这个2次抽签。虽然这个移民局现在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应该是在7、8月份左右会有一个2轮抽签，而且呢，我们预计应该会空出很多个名额，因为今年呢，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个被抽中的雇主可能最终到最后一刻决定不给雇员提供 H1B。那如果这些没有抽中的雇员呢，已经离境了，那你人在境外，你在美国的雇主也是可以提交 H1B 申请的。那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 RFE 补件通知里面可能遇到的问题。那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就是 specialty occupation。那什么是 specialty occupation 呢？就是说这个 H1B 的职位必须是要本科学历以上的人才可以胜任的。那移民局呢，对此的这个判断标准呢有4个。那在这里呢，我就不赘述了这4个这个判断标准了。那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我们的常见的操作哈。第一个我们论述的点呢，我们会先看这个 OOH。OOH 是这个劳工部的一个 guideline。这个 OOH 里面会规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network engineer。这个 OOH 里面呢就会规定这个network engineer 他是需要一个本科学历以上的人才可以胜任的这么一个职位。那其次第2点呢，我们会看这个 ONET。ONET report 的这个数据显示呢，胜任这个 network engineer 的这些担任这个职位的人68%以上的这些职位的这个员工都是有这个本科学历的。在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 supporting document 呢，就是这个雇主的这个statement in support。我们会帮这个雇主撰写一个 statement in support。那这个 statement 里面呢会详细的论述这个职位的复杂性。然后所能胜任这个职位的这个员工呢，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知识架构需要什么特殊技能，一些什么具体的证书才可以胜任这个职位。那在下一个这个 supporting document 呢，就是这个expert opinion letter。这个我们也会建议雇主和雇员去获得一个 expert opinion letter， 那就是这个专家信，看一下这个员工这些雇员的之前修过的一个课程然后他的这个 education background， 还有这个他的 experience， 然后做出一个专家的一个证明证明这个职位的复杂性。这个我们会找一些这种相同职位的 posting 然后来证明这个 network engineer 一般都是需要本科学历以上的。那这个第2个呢，补件通知里面常见的问题呢，就是 beneficiaries qualification。就是说这个 H1B 的这个职位没有问题，是需要本科学历以上的，但是这个雇员他的资质可能不够。那例如呢，比如说这个雇员的本科学历是在印度拿到的，那这个本科的专业是 chemistry， 但是这个 H1B 的职位呢是一个 data scientist 的职位，那这个专业呢和 H1B 的这个职位是不相符的。那我们常见的操作呢，就是首先我们会拿到一个专家信。然后专家信呢，这个专家呢会做一个 course by course evaluation， 他会看你这个雇员他这个在修这个 chemistry 这个 degree 的时候，他有修过一些课程跟这个数据分析有关的这些课程。那就是最终呢，这个专家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印度获得的 chemistry 的这个专业，其实是对等于在美国的一个 data scientist 或者 data analysis 的这么一个本科的专业。那其次第2点呢，就是我们又会论述这个员工过去10年的工作经验都是跟这个 H1B 的职位相关的。就例如说，就是我虽然本科学的是 chemistry， 对吧？但是我毕业了之后呢，我一直都从事这个 data analysis 或者 data scientist 的一些工作 ，data processing 的这些工作。所以呢，我过去10年的工作经验也是可以让我能胜任这么一个 H1B 的工作职位的。那第3点呢，就是论述一些比如说这个员工他在这个 data scientist 方面获得过一些殊荣或者是 certificate 这些他的经验还有他的 certificate
make him qualified for this position。那这个 RFE 补件通知常见的第3个问题呢，就是 maintenance of legal status。就是说，在你的 H1B 最终获批之前，你还是要维持你现在的身份。一般现在的身份呢，就是OPT 或者是 STEM OPT。那要维持 OPT 的身份呢，你必须是要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工作单位要有真实工作的这么一个记录。我们遇到过很多这类的 RFE， 那一般遇到这类 RFE 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雇员呢他在 OPT 期间有可能失去工作了，或者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找工作，或者是他挂靠了一家公司，然后最终呢很不幸，这个移民局把这家公司查封了。就这种类似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一般操作呢，就是我们会把你这个时间累计计算出来，因为法律规定呢，第1年的 OPT 期间，你没有工作的时间累计不可以超过90天。还有第2个规定呢，就是这个第1年的 OPT 期间加上第2年 STEM OPT 期间这一整段时间你的这个没有工作的时间是不可以超过150天。那我们做过一个案子呢，就是这个雇员他是印度人，他在 OPT 期间呢有2个工作，然后在 STEM OPT 期间呢又换了2个工作，一共是4个工作。所以其实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他每一个工作阶段他的所有的这个 pay stubs， 还有他的所有的工作记录他的这个工作成果我们都会作为一个 supporting document。他有不幸也有幸运的地方他不幸的地方呢是他这家公司呢最后呢他被移民局给查封了，但是他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不知道这家公司是一家假的一个公司，因为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0天之后呢，他发现这个 supervisor 承诺的工作的时间工作内容最终都没有做到，所以他没有获得的这个 OPT 要求的这个 training。所以呢，他就辞职了，他很快就辞职了，然后就开始找工作。所以这个员工呢，他是 good faith， 他没有有意的去拖延一个身份，或者是挂靠一家公司。那这个印度的员工呢，他这个最后非常幸运因为他在这个 Integra 的时间非常短，所以他最后这个没有工作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超过90天，然后3年之内呢，他也没有超过150天，所以最终他的案子也是获批了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个H1B 常见的这个3个问题。那我们建议呢，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因为 H1B 呢，也就是最后这个 RFE 就是最后一击了。如果 RFE 准备的好，这个资料充足的话，基本上 H1B 就会通过的。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